就这方向，感觉到顺滑就对了。往下，再往下。这点儿该我太多了。血管也比一般人细很多。来，帮我。 不应该这么思维，我再换个方向。过去了，干得漂亮。一般般吧。 别愣着了，放球囊跟支架吧。OK， 到位了。这个球呢？10个啊，起。血管通了，血流过去了，可以上支架了。 分支血管和主支血管都显影了。师傅，以前怎么没觉得血管这么漂亮？因为这是你第一个自己拯救的血管。今天是你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你又上了个台阶。好了，剩下你来吧，撤球囊，做个造影就可以下台了。好的。 陆川，推1毫克肾上腺素，什么情况？我把空气打进去了，赶紧推血！上腺素1毫克，真推。王文明，你愣着干嘛呢？王文明，你给我醒醒！150加充电完毕，赶紧推血！所有人离床。再来，加到200。
200焦充电完毕，左耳离床。大夫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打仗去，叫炸弹给炸飞了。没事了。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没事，就是胸口有点疼。一会儿就会好啊。抓紧时间，把后续部分完成。老爷子没事儿，各项指标正常，已经睡了。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话说回来，你不还及时发现他心梗了吗？血管都疏通了。我太大意了，太脆弱了，我还差点晕在手术室。哎呀，气体栓塞嘛，每个医生都会遇到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没安慰你。不过呢，气体栓塞的确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之一。这事儿我得向关老大汇报，啊。至于你要不要跟患者说，你自己决定。他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？空气栓塞，如果当时没事的话，之后气体吸收了就更没事了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他这辈子不会知道导火室里发生什么事儿。28床的情况，下个礼拜我们找一个时间做个 PPT，集中学习一下。还是要提高一下治疗的敏感度和治疗意识。散会。王安民过来一下。坐吧，杵着干嘛呢？我不做了，主任。我错了。你错了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来过我办公室好几次。什么给病人切开气管的，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就溶了栓的，在救护车上给人动手术，还有没上过几次手术台，就敢给人装起搏器。那个时候你都没给我认我错儿。说说吧，你错在哪儿？那个时候是着急救人，没办法。这次纯粹是我的操作失误。这是我从医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医疗事故，因为我的疏忽，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甚至是生命危险。作为一名医生，
我没有在手术中做到100%的全神贯注。我6号了。那你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我不想说。总之都是我的错。就算因为这个我被开除，也是我活该。我该死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用开除你的。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垮了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老爷子躺在床上抽搐的样子。他那么硬朗，那么信任我。我还跟他说，让他替他战友多活几年呢。结果差点因为我，你把手术当中发生的事情告诉患者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准备告诉他吗？我不敢面对。其实你不敢面对的不是患者，你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。我们这个工作，如果只是能救人，不会发生任何失误，那真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工作了。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啊？可现实不是这样的，医生也有可能犯错，也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伤害。我是见过一些医生，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，再也上不了手术台。你是我招进来的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我不能看着你因为内心巨大的内疚感而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从现在下夜班到下一个白班，中间你有40多个小时的时间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然后想好怎么面对这件事情，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还能不能上手术台，想好了来找我。往前顶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可以。主任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从头开始，再来一遍。
有问题吗？我在想，要是换成幽闭森，会不会好一些？心思粗，支撑力会好一点。幽闭森，好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只要钻过这儿，就没问题了。可以吗？要不然我来。不错，杨涛。孟警官，进。刘大夫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哎，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？他前天夜班应该回家了。但是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有接，而且我给王欢姐打电话说他在医院值班呢。啊？谢小姐，你也来了？嗯。你恢复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今天出院，所以我想跟王医生告个别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谢谢。哦，我们也在找他呢。啊。包还在这儿呢。哎，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呀？昨天早上。昨天早上啊。1天半了，包和手机都在这儿，人能去哪儿呢？是不是出事儿了？没事儿。刘医生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一定要说。都这个点儿了，再找不到可以立案。他前天手术，不小心给患者血管里打进空气了，当时情况特别危急，人虽然救过来了，但毕竟还是医疗事故嘛。那医院会不会处分他呀？都不用处分，他自己就够难受的。患者现在还不知道，主任的意思是，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告诉病人，他挺纠结的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分头找。等一下。这个天台怎么过去啊？前面窗户就能看到了。他高中的时候就这样，遇到了难过的事情，就一个人躲在天台上，不吃不喝的。
他从出事那天晚上就没吃饭。昨天早上我给他买的汉堡也一口没动。我帮你拿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才做手术。没事。你对他可真用心，知道他爱喝凉的，跑了好几个店给他买。你不是也没有忘吗？没能为你做手术，他挺懊恼的，觉得没有给你们的青春好好做个交代，很遗憾。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啊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，想想18、19岁的时候，我和他在一起，还挺幸运的。说到这点，我挺羡慕你的。我也挺羡慕你的。我其实挺替他高兴的，能遇到一个懂他、珍惜他的人。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也在想，这小子从小就挺幸运的。我走了。不去当面告别吗？不去了，交给你了。我会告诉他，你来看过的。活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就是想随便走走，就到这儿来了。我想一个人静静，就没带手机，不会找我找着急了吧？你可想多了。像你这牛高马大的中年男人，外面走丢半天，连你亲姐应该都不会着急吧？那倒也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要想不开，你要真出什么事儿，我可管不着。我男朋友可说了，要避免胸骨受到较大的牵张。如举重物、抱小孩、拖重物、搬行李。你男朋友挺烦啊。终于有点活气儿了。谢雨萌要出院了，他刚刚来看过你。本来应该送送他，现在没那个心情。这个有心情吗？本来没心情，看见你就有心情了。喏，这么周到。
正好还有点渴呢。那你多喝点吧，反正也吃不下饭。他们都跟你说了？你可别指望我像别人一样支持你的深明大义，向患者坦白。如果你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医生，那我会像所有人一样，希望你当一个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英雄。我扪心自问，没有那么高尚。所有人都想看到英雄，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和爱人成为英雄。如果是因为疲劳，连轴转了好几天，或者是因为高强度之后的放松，我才出现的失误，我也可以找一个理由原谅我自己。但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手术成功的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刘飞。他不是进了一个课题小组吗？我觉得自己也不比他差，就1、2秒的时间，我没排干净针管里面的空气，也没注意，就推到血管里了。你说我这人有意思吗？跟自己的朋友比这个，赢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就是自私、狭隘、虚荣心。患者把命都交给我了，而我在跟自己的朋友比谁更厉害。我还有什么脸当医生？没你说的这么严重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医生也有失误，也有治不好的病。可以是治不好的病，但不能是因为自私和狭隘。喂，不准诋毁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。我算什么最好的医生？是不是最好的？谁说的都不算，我说了算。这里说了算，这个伤口说了算。你如果不说，这辈子都会对患者有愧疚，对自己有鄙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来之前就做出选择。那你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？我说过了。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。看够了吗？看不够。这么久了，
这口气终于喘过来了，谢谢你，把我心里压的东西帮我搬下去。饿了呀？啊，要是这会儿在这儿吃的就更好了。正好，我带了。这么多。爸，走，回家吃饭。哦。李院长好。你们好。今天的手术做得不错。还是有很多不足。当然，但看得出来，在具体操作上下了功夫。好像越开始练习越觉得难。难就对了，说明你开始入门了。一个优秀的术者，不会觉得任何一台手术简单，因为每个患者的生理结构不同，每一台手术都在发生着变化。越想做一个好医生，就越有敬畏之心，对吗？哦。但刚刚那个闭塞段，我们试了好几次，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这么难通过？除了现有的手术方案之外，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目前没有。那就说明，除了在具体操作上下功夫，一台手术还要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和判断才行。您是说还有别的办法？比如说，我在做 CTO 的时候，就会摆一个工作导丝在悬枝，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，另一方面，如果需要锚定的话，还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想接那个间隔枝，为什么总是走到分叉里面去啊？拿着。哎，这一块儿，它的手感非常重要。肘放松，手伸直，往前推的时候要特别当心。别看影像上离得很近，但其实不是。所以关于你自首的这个事儿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嗯？你什么都不干都不用怕，我养你。
哎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我女朋友说以后她养我。喂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我男朋友是最棒的医生。王大夫，王大夫，王大夫好。您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，护理记录我也看了，再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哦，哎，陆大夫也这么说的。这次啊，多亏您和陆大夫救了我爷爷的命。我已经让他们补签那个什么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了，不能因为救我叫你们担风险呐。谢谢您。咦，话说反了吧？应该我们谢你。这个09年的国庆阅兵，还有15年的，都给您下了。你不是说找不着了吗？嗨，我不是当时嫌麻烦，懒得给您下载吗？不过您进手术室那会儿啊，我在外面等您，您怎么都出不来。不是我肠子都悔青了。你是不是以为得烧给我看了？嗨，您这老同志怎么说话呢？反正给您下载完了，您还看不看呢？不看，我都看了多少遍了。行，我真是服您了，您真是我爷爷。那天在手术室外边，我要看这个，我是怕以后看不着了。哎呀，没想到遇到你们了，叫我踏踏实实的活着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您别谢我。咦，这怎么敢当啊？怎么还居上宫了？有件事我应该告诉您的，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说。那天手术都挺顺利的，就是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给您推造氧剂的时候没排干净空气，不小心往您的血管里面打进了半块空气，造成了空气栓塞。那又会怎么样啊？因为造氧剂是打进冠状动脉，空气打进去以后会阻断血流，造成心脏骤停。你刚说什么？我爷爷前2天是心脏骤停了，突发失颤，血压也没了，我们进行了急救，万幸是人救回来了，这都是我的失误，我郑重的向你们道歉。你道歉有用吗？我爷爷现在胸口还疼着呢，啊！是不是你们说那个什么栓塞是吗？栓塞！对老人造成的伤害，我也很内疚。电除颤之后，胸口的软骨会有疼痛感，一般会自行缓解。电除颤，就是那电影上面演那个往人身上放电那个是吧？砰一下，人弹起来又弹起来，人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以后空气会自行吸收，理论上不会有危险了，也不会有后遗症。理论上是吧？你空口白牙，你跟我说理论上，就凭你这张嘴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是玩忽职守，是医疗事故。行，我现在找你们领导去，
讲历史。不过你的心情我都理解，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。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，我们也会请专家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，看看怎么做善后。不管什么惩罚，我都认。善后，伟业还没死呢。惩罚是吧？惩罚你是不是都认了？走，找领导去。小子，安大夫，你这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吧，啊，去忙去吧。爷爷，咱不能让他走啊！他要走了以后谁认账啊？他要是不说，这个事儿咱根本不知道。那也不能让他走啊！这万一有一个后遗症，咱们去哪儿找他呀？没事，我不走，我就在医院。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你们想清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对不起。在沉重里霹雳呼吸，当下和失望中继续，心慌于最陌生的生命，抚摸它的背脊，靠什么？